今天来开个新坑，妖精的尾巴，没看过的先别着急着划走，这绝对是一部你值得刷的动漫。露西与主角纳兹相识，加入到了魔导士公会妖精的尾巴。在与妖精的尾巴的宿敌幽鬼的支配者大战之后，朱比亚、加吉鲁两大战斗力的加入，狮子座星灵洛基成为露西的心灵。之后，妖尾会长马卡洛夫的孙子拉克萨斯发动妖尾内战，失败后，拉克萨斯被开除出公会。雷神众三人则继续在公会中效力，等待拉克萨斯回归。黑暗公会六魔将军因为某些目的突然有了行动，妖尾和另外三大公会组成联军迎战六魔将军。粉碎六魔将军的行动之后，天空灭龙魔导士温蒂加入妖尾。之后，妖尾最强魔导士基尔达斯归来。由于阿尼玛出现，妖尾的众人被吸入平行世界空间。一番冒险之后，阿尔弗曼的妹妹丽莎娜从平行世界归来，同时加入的还有黑猫莉莉。以上就是妖尾前面的大概剧情。今天给大家更新的是妖尾的天狼岛篇章。这天，露西在自己家舒舒服服地泡着浴缸。公会资历最老的魔导士卡纳来找露西诉苦，一见到卡纳就沉着脸，并告诉露西自己将要离开妖尾。第二天，露西向米拉说出了这件事儿。米拉轻描淡写地说，每年到这个时候，卡纳都会神情失落地说要退出公会的。这一天，露西发现有一部分人开始比平时更积极的工作。很快，会长便解开了他的迷惑。原来大家反常的原因是因为公会一年一度的 S 级魔导士升级考试马上举行了。为了能被提名参加考试，大家都积极地表现着自己。这一年，考试的地点为妖尾公会的圣地天狼岛。在人才济济的公会中，提名的有8人，分别为纳兹、格雷、朱比亚、阿尔弗曼、卡纳、弗里德、雷比、梅斯特。8人之中只能产生1个合格者，考试时间在1周之后。入选人员需要在1周的时间内找到一位拍档，与同伴协同配合完成考试，这也是为了考验同伴之间的羁绊。选择拍档的规则有2个，第一是妖尾的成员，第二不能选 S 级魔导师。露西突然恍然大悟，难道这就是卡纳想要离开公会的理由？可是被选上参加升级考试，为什么想要离开公会呢？大会之后，大家对考试的形式议论纷纷，最重要的是要尽快选出拍档。纳兹自然选择哈比，弗雷德则选择了同为雷神众的面罩哥，格雷选择了露西的狮子座精灵洛基。洛基既是精灵，同时也是妖尾的魔导士。去年的时候，两人就已经约定好要组队了。洛基用自己的力量从心灵界穿过来的，所以不会消耗露西的魔力。丽莎娜毛遂自荐与朱比亚组队，她在平行世界的时候和那边的朱比亚关系非常好。阿尔弗曼被迫和雷神众的石化眼镜女艾巴一组，雷比的搭档则是加吉鲁。拥有一点预知未来能力的夏露露突然看到不久的将来，天狼岛正在被某种力量破坏，妖尾的伙伴们正陷入灾难之中。难道这次的 S 级晋级考试有危险？夏露露告诉温蒂千万不要参加这次的考试，自己有不祥的预感。温蒂说反正也没有人会选我为搭档。刚说完，梅斯特就找上了温蒂，请求温蒂做自己的拍档，并告诉温蒂自己是密斯特刚的徒弟。温蒂为了报答密斯特刚对自己的恩情，决定成为梅斯特的搭档。夏露露对他的警告已经被他忘在脑后了。晚上，露西回到家里，在路上捡到了喝得烂醉如泥的卡纳。这时，露西终于知道卡纳情绪低落的原因。在今年考试之前，卡纳已经参加4次 S 级魔导士的晋级考试了，能落选4次的魔导士只有卡纳1个，所以今年是他最后一次参加考试。如果还落选的话，自己就决定离开妖精的尾巴。卡纳之所以对 S 级魔导士这样执着，是因为他觉得只要自己能够成为 S 级，就有资格和自己那未曾相认的父亲见面，而他的父亲就是妖尾公会中的 S 级魔导士基尔达斯。露西听后非常感动，于是决定成为卡纳的拍档，帮助他成为 S 级魔导士。就这样，8组参加考试的拍档已经准备就绪。很快1周的时间就到了，大家在巴尔吉欧港集合，乘船向天狼岛进发。传说天狼岛上住着妖精，而且是妖精公会第1代会长梅比斯的埋葬之地。快到天狼岛的时候，马卡洛夫向大家公布了初试的细节。每年的考试都分为几个阶段，大家首先参加的是初试。初试的内容如下：岛上指定地点有8条路，1条路只允许1组队进入，通道内共有2组斗、3组激斗、1组竞。斗指的是8组考试队伍中的2组会再次相遇，从而决斗，产生优胜者，进入下一场考试。激斗指的是和3名 S 级魔导士艾露莎、基尔达斯、米拉战斗，胜出的队伍进入下一场比赛。而竞就是没有任何战斗，直接进入下一场，所以这场考试也是对运气的考验。
马卡洛夫下令考试开始。可当下船还在海上航行呢，看来率先到达天狼岛的队伍就有优先选择通道的权利。纳兹和哈比先行一步，奈何船上被弗雷德设置了结界，把众人都困住了。而弗雷德和面罩哥两人已经离开船，向天狼岛的方向飞去了。雷比用自己的魔法重写了弗雷德的结界，但是也只是放行自己和加基鲁通过。接着艾巴也破解了结界，和埃尔夫曼离开，其他人只得在船上老老实实的等待结界自行解除。5分钟之后，结界开了，大家各显神通向天狼岛奔去。最后到达小岛的是露西和卡纳一组，无奈他们只好选择了最后一条通道，只期待能碰碰运气，至少不要碰上 S 级魔导士就好。两人顺着岩洞走进初始考场，绝望地发现他们面对的敌人竟然是雷神中的弗雷德和面罩哥。在腰尾内战的时候，这俩人可是吊打露西和卡纳的两人组，这一下真的是遇到克星了。露西与卡纳只好硬着头皮准备开打。在刚要交手的时候，卡纳敏锐地发现弗雷德面对他们两人的泳装装扮似乎很羞涩，于是试探性地丢出性感女郎卡牌，这一下直接废掉了弗雷德的魔力。卡纳乘胜追击，直接丢出后宫3000卡牌，差点把弗雷德当场榨干。被美色冲昏头脑的弗雷德误入了卡纳准备好的陷阱卡牌中，因此输给了卡纳。露西利用白羊座心灵对付面罩哥，面罩哥被羊毛炸弹困住，动弹不得。露西冲过去使出杀手锏，露西风脚，一脚踹在面罩哥的脸上，将其击败。就这样，露西卡纳一组顺利击败了弗雷德小组，完成了出事。然而他们俩不知道的是，这场出事比武是弗雷德故意放水给他们，为的就是还他们一个人情。面罩哥笑着说，关键是他们两个竟然碰到我们，运气真的是爆棚啊。另一边，纳兹与哈比所选择的是 E 路线。本来纳兹以为会碰到艾鲁莎，没想到却碰到了公认妖尾公会最强的魔导士基尔达斯。基尔达斯笑道：“纳兹，你运气还真差呀！”哈比直接哭了，投了吧，狗命要紧。面对绝对不会手软的基尔达斯，纳兹燃起了斗志的火焰。除了艾鲁莎，基尔达斯也是纳兹想要超越的人。基尔达斯是妖尾公会中像英雄一般的男人，他出任务归来的那一天，为了迎接他的到来，城镇会出现一条专人通道，公会的成员像欢度庆典一样庆祝基尔达斯归来。一想到自己要对这样的对手1 v 1正式发起挑战，纳兹心里十分激动。我要上了基尔达斯，让你见识一下这3年来我变得到底有多强。纳兹双手持火冲向基尔达斯，哈比警告纳兹不要无脑冲，基尔达斯会将对手打得粉碎。纳兹火龙上头，此时根本不想考虑那么多，打就完了，反正也不是赌命。纳兹一发爆炸火焰拳打向基尔达斯，没想到基尔达斯动都没动，只用一只手掌就防御住了纳兹的全力一击，接着将爆炸给弹了回去。纳兹从天而降，与基尔达斯继续硬刚。基尔达斯面带微笑，轻松防下纳兹的招式，一只手把纳兹揍得嗷嗷惨叫。纳兹用出火龙咆哮，从嘴巴里喷出火焰攻击基尔达斯。基尔达斯直接将纳兹的火焰给分解掉，因为打得太上头了，力量没收住。这一招分解魔法打出去后，把纳兹连带着也一起给分解掉。纳兹变成无数的小纳兹，像一大群公仔玩具一样堆满了洞穴。基尔达斯笑着说：“真遗憾，看来就到此为止了。”无数小纳兹异口同声地喊道：“等一等，还没完！虽然力量变小了，但是斗志还没有减，我还没有认输呢，让你瞧瞧什么是人多力量大。”基尔达斯表示很满意，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变成这个样子，斗志还能如此激昂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会手下留情的。小纳兹们一拥而上，爬上基尔达斯的身上，又是掐又是咬，差点把基尔达斯的心态搞崩。基尔达斯用魔法将纳兹恢复原样，纳兹看准了机会，直接用出大招。这一招确实奏效，成功的将基尔达斯击退了几米远。要知道，刚刚的交手，基尔达斯可是一直站在原地，一动都没有动过。纳兹对自己的表现非常满意，哈比惊道：“这有什么好满意的？反过来说，刚刚基尔达斯一动没动，就已经把纳兹揍得满地找牙了呀！”基尔达斯对纳兹的能力予以了肯定。作为考官，如果现在算他合格也是可以的，但是这个不认输的小子绝对不会就此罢休，所以有必要让他见识一下真正的实力差距。基尔达斯突然原地爆发，强大的力量和霸王色霸气让整个天狼岛都为之颤动。光是基尔达斯身上爆发出来的力量形成的风浪，都让纳兹寸步难行，半步都靠近不了。接着，一股巨大的引力将纳兹吸了过去。纳兹深深地感受到自己就像他手里摆布的玩具，身体根本不由自己控制。
原来这就是实力差距。本以为只隔了一座山，没想到那座山是珠穆朗玛峰。纳兹被吉尔达斯的力量吓到了，跪倒在地表示认输。吉尔达斯反倒对纳兹挑战自己的勇气以及认输的态度而赞同。挑战是勇气，认输也是勇气。恐惧不是罪恶，那是了解自己软弱的过程。知道了自己的软弱，人才会变强，而且变得温柔。这是身为 S 级魔导士所必须的东西。吉尔达斯给了纳兹合格。就这样，纳兹完成了出世，但纳兹依然浑身颤抖不已，不相信吉尔达斯居然会给自己合格。吉尔达斯告诉纳兹，强大的魔力并不是全部，你想赢的心情我能理解，去成为 S 级魔导士吧，纳兹。纳兹跪倒在地，泪流满面。此时他清楚地知道，将眼前的这个男人作为偶像，是成为魔导士以来最正确的选择。朱比亚与丽莎娜这边遇到了同为 S 级魔导士的艾露莎，不愧是妖尾最强的女魔导士。艾露莎的实力恐怖如斯，打得两人毫无还手之力。艾露莎穿上海王之铠，防御朱比亚的水系攻击，但朱比亚并不打算就此认输。他用水流斩波攻击艾露莎，艾露莎直接用大宝剑将斩波给弹向一边。丽莎娜变身动物辅助攻击，但都被艾露莎一一破解。朱比亚发现，就算强如艾露莎，他在躲避攻击的时候也会出现一刹那的空隙。于是朱比亚准备利用这个空隙对艾露莎发起反击。然而这种攻击方式虽然在理论上没什么问题，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还是没什么卵用。用艾露莎的话来说，一方利用另一方所创造的空隙是理所当然的，但让对手一开始就预测到的话，这种攻击就不算什么了。艾露莎一发斩击，瞬秒了朱比亚与丽莎娜两人。本期内容就是这些，咱们下期见。